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历史人物呢，非常的有意思。他的名字曾经被深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的故纸堆中，很长时间几乎是无人问津。但因为某种机缘巧合，他的名字被一位剧作家发现了，然后他的故事就被改编成了剧本，然后他的形象也就走上了荧屏。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变得熠熠生辉。他美丽善良，却又杀伐果断。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后，也是第一位幕后专权的女人，而且她专权的时间还特别长，长达了41年。她对秦朝的历史影响深远，所以到了现代，有人才会说，兵马俑的主人其实并不是秦始皇，而就是她。那么她又是谁呢？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就是芈八子。如果芈八子泉下有知的话，不知面对此种状况会作何感想。我猜想他可能会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兴奋是因为毕竟很多人想起了他，记起了他的名字；困惑则是他们口中的宣太后芈八子还是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不一样的芈八子，这个走下荧屏走进历史的芈八子。在电视剧中，芈八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芈月，很多朋友都相信芈月这个名字肯定是剧作者特意给他安排的，但其实这个名字的出处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引发了一个人对兵马俑主人的质疑，从而产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就是兵马俑与秦始皇无关，它是属于宣太后芈八子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叫陈景元，他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就是从这2个字开始的。那还是在1974年的时候，陈景元在一张兵马俑的局部照片上发现上面有一个奇怪的字，这个字很像是体藏的体。当时考古队发布的简报中也是这样解释的，但陈景元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后来他特意将这个字拿给一名古文字专家来看，专家看完以后觉得这不是一个字，而是2个独体字，一个是月，而在月字左边的很像是变体的米字，所以这2个字是月米，那么反过来读就是芈月。在发现这个字之前，陈景元就一直怀疑兵马俑的主人并不是秦始皇，但是他又找不出他的主人到底是谁。现在发现的这2个字让他觉得如获至宝，也让他觉得顿开茅塞。他由此推定兵马俑的主人就是芈月。芈这个姓氏对陈景元来说当然不陌生，秦国的宣太后，秦始皇的高祖母就是宣太后芈八子，她也是死后配得上用兵马俑陪葬的那个人。陈景元很快将这个发现写成了文章，公布于世。文章一面世就引起了考古学界之外的极大震动。当时的剧作家蒋胜男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注意到了芈八子这个人，于是已经去世了2000多年的芈八子宣太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芈月。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刚才我说的是陈景元的文章引起了考古界外的极大的震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观点在考古界内完全得不到任何的响应，因为他所提供的论据实在是不值一驳。比如说他提到墓葬中的车轨并不是统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是车同轨书同文吗？那么他的陪葬群兵马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这不是打秦始皇他老人家的脸吗？其实陈先生可能忘记了，秦始皇陵是从秦始皇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开始修建的，那是公元前24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公元前221年，也就是说已经过去了26年，所以出现了车不同轨的情况很正常。那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21年以前修建的。陈先生还说秦人善黑，那么为什么兵马俑中他们穿的衣服却是5颜6色的呢？陈先生又没搞清楚上黑的含义是什么。上黑只是说以黑为尊，而并不是说人人都要穿黑色的衣服，不允许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再说这芈月2个字，史料中从来没有说过宣太后的闺名叫芈月，况且兵马俑上面这2个字是否真的就是芈月2个字还不好说呢。退一万步讲，即使芈八子的名字真的是叫芈月的话，那么他会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一个兵马俑的身上，
如果兵马俑真的是宣太后的陪葬的话，那么以宣太后的地位，她的名字不是应该刻在大大的一块石碑之上吗？怎么会刻在一个不起眼的兵马俑之上？而且仅仅就刻了这2个字，让人感觉米八子死了以后也不安定，在墓中四处闲逛，在一个兵马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像现在某些人在名胜古迹上留下某某到此一游的字眼一样。米八子也真够闲的。而且通常来说，秦汉时期器物上的字通常写的是工匠、负责人或者是部门的名字。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个兵马俑与宣太后毫无关系。比如说，从这里大量出土的一些器皿，上面写着秦始皇7年制、秦始皇8年制，还有一些戈，上面写着相邦吕不韦的字样。有些兵器上刻着四公2字，而四公呢，正是秦始皇时期设立着专门生产兵器的部门。那么就很明显了，宣太后的墓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她的后代秦始皇时期的器皿呢？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奇怪，就这样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其实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200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就叫《兵马俑的神秘主人》。在片中将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做了具体的阐述。当时学术界很多教授们也接受了这个纪录片的采访，并对陈先生的观点进行了一一的反驳。但当这部纪录片播出的时候，那些专家教授们发现他们的反驳都被后期剪掉了。片中能看到的只是陈先生不断的发问，而考古专家们则无法回答。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以讹传讹的局面。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不是孤立，甚至是变得越来越普遍。想想也是，一名老教授讲一次课，顶多有几百人在听，而大众传媒动辄有几千万上亿的观众在收看。如果这个传媒不尊重事实，只知道刻意炒作的话，那它的危害必然是巨大的。特别是面对那些希望别人来代替自己思考的观众们。那么如果兵马俑的主人并不是宣太后，宣太后的墓又在何处呢？据史记载，宣太后死后是葬在了秦岭东边的支阳。现代考古也确实发现了支阳的陵墓群，考古界称之为秦东陵。在这里发现了3座雅字形大墓和2座中字形大墓。雅字形大墓是天子级别的大墓，中字形大墓则要级别低一些。专家们已经初步肯定，其中的3座雅字形大墓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是秦昭襄王和秦庄襄王，以及秦始皇的母亲赵姬，也就是帝太后。秦昭襄王就是米八子的儿子，秦庄襄王则是秦始皇的父亲。而另外2座中字形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道太子以及宣太后。道太子是秦昭襄王的长子，也是第1任太子。大家知道秦昭襄王的寿命很长，执政的时间也非常的长，长达50多年。他的第1任太子实在熬不住了，没继位就先走了。秦昭襄王又立了另外一位太子，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安国君。安国君叫嬴柱，大概起这个名字就是想让自己挺住，一定要把老爹熬死。最后他还真的挺住了，熬到了自己终于登上了王位，但这份煎熬也耗尽了他最后的一点气血，登基3天就去世了。道太子没有登上王位，所以不能享受天子的待遇，只能葬于中字形墓，这点完全可以理解。让我们大家很难理解的是，宣太后为什么居然是葬在一个中字形墓中，是不是有点低调的过分？如果说因为宣太后不是天子，所以只能享受如此待遇的话，那么赵姬为什么能够葬在雅字形墓中？难道赵姬对秦朝的贡献比在幕后执政长达40多年的宣太后还要大吗？这怎么都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与宣太后的竞争中失败的惠文后以及被赶走的道武王后，他们最终的墓葬待遇都是雅字形。那也就是说，在那场激烈的宫斗中，笑到最后的并不是宣太后，而是当时的失败者惠文后以及道武王后。这看起来怎么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离开电视剧中的宣太后，回到历史中，看看历史中真实的宣太后，或许我们就知道宣太后为什么只配一个中字形墓。大家知道宣太后姓米，米这个姓氏是楚国的王族姓氏。
在电视剧中说芈八子是楚威王的庶女，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她的地位应该远没有这么高。这从她八子这个品级中就能看出来。在秦朝时期呢，后宫的嫔妃总共分为8级，八子是处于第5级，算是中低级的妃嫔。而且八子这个品级还是专门给那些陪嫁之女的。而芈八子嫁到秦国时的身份就是应妾，应本身就是陪送的意思，所以应妾就是陪嫁的女人。有人说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办信用卡送的一份纪念品？应妾的地位倒是没有这么卑微，实际上应妾的地位是远远的高于一般的妾的。一般妾的出身都比较低微，而应妾的地位也是要出身高贵，一般都是正妻的侄女或者是她的妹妹。大家知道尧曾经将自己的2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按礼法上说，娥皇就是舜的正妻，女英就是迎妾。说芈八子不是楚威王的庶女，还有一个证据，就是魏冉。大家知道魏冉是芈八子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是出生在公元前335年，而楚威王则是去世于公元前329年。那也就是说，魏冉出生的时候，楚威王还活着呢。那么楚威王既然还活着，魏冉的母亲，也就是芈八子的母亲，怎么可能会嫁到魏国生下魏冉呢？在战国时期，丈夫去世以后，妻子再嫁，这本不稀奇。但如果丈夫还在世，特别是这个丈夫还是一国之主的时候，妻子或者是妃嫔却嫁给了一个外国人，这本身就不符合情理。所以说呀，芈八子虽然说是楚国王族的后裔，但她与楚威王的关系应该是差得很远。在电视剧中说秦惠文王对芈八子是非常的宠爱，那么在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从史料中我们是找不到只言片语来证明秦惠文王对他的宠爱，但毕竟芈八子为秦惠文王生了3男1女，从这点上来看，似乎秦惠文王是宠爱他的。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份宠爱打上一个问号。首先，一直到秦惠文王死，芈八子还仍然只是一个八子。八子在后宫中排名是第5级，也就是说，他上面还有很多的上升空间，而且他又生了3个儿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说他的品级应该得到不断的提升才对，但为什么一直到秦惠文王死，他也只是一个八子呢？秦惠文王是真的宠爱他，还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因为他能生儿子，所以就多分一些雨露给他。再有，如果秦惠文王真的宠爱他的话，为什么让芈八子的大儿子嬴稷去到天寒地冻的燕国去做质子呢？殊不知，对于一个妃嫔来说，少了一个儿子在身边，就少了一层保障，况且少的还是自己的长子。公元前311年，蓝田之战以后没多久，秦惠文王病逝，继位的是他的嫡长子嬴荡，就是后来的秦武王。4年以后，秦武王举鼎绝膑而亡。秦武王虽然没有儿子，但是兄弟却有一大堆。秦惠文王总共有10或12位儿子。虽然秦国那时候已经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这之前，王位的传承方式也经常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来进行。所以秦武王无子，但是他还有很多的兄弟，兄终弟及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他的兄弟中谁最有资格继承王位呢？这就引发了一场王位的争夺战。当时争夺王位的主要有2方势力，一方呢是以惠文后、武王后以及绝大多数的公子贵族们支持的公子壮。惠文后是秦惠文王的王后，也是秦武王的生母。关于惠文后，史记中有2段互相矛盾的记载。一段呢是在史记壤侯列传中说惠文后是在武王之前已经去世了，而在史记秦本纪中则说在秦昭襄王2年的时候，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就是说她是非正常死亡。而竹书纪年则支持了这种说法，也是说惠文后是被杀死的。那么惠文后是不是一个处女？是以她为主，芈八子为辅，两人一起嫁到秦国来的呢？惠文后是不是就是这位楚国的公主呢？我觉得很可能不是。原因就在于秦武王的王后是魏国人，
如果秦舞阳的母亲是一个楚国公主的话，那么按照秦国的惯例，他为他的儿子选定的正妻一定是楚国人。所以如果惠文后的儿媳是魏国人的话，那么惠文后也很有可能就是魏国人。很有可能惠文后所支持的公子壮是秦武王最年长的弟弟，他当然不是嫡子，但很有可能是庶长子。那一年正在燕国做质子的嬴稷是19岁，公子壮应该比他年长几岁。这时候公子壮已经做了庶长，庶长并非是庶长子的意思，而是一个官职，是军队中的一种官职。后来的白起就曾经担任过庶长之职。公子壮能担任此职，说明他是有军功的。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公子壮应该是秦武王以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惠文后和道武王后支持他也很自然。首先，虽然说他并不是惠文后的儿子，但惠文后仍然是他的嫡母。公子壮的母亲这时候早已过世，所以惠文后更愿扶持他上位，因为他上位以后会更多的依赖惠文后，而不会给惠文后在宫中树一个强敌。如果他的生身母亲还在的话，而站在惠文后和公子壮对立面的，则是芈八子和魏冉。他们所要拥戴的当然是芈八子的儿子，但并不是正在燕国做质子的嬴稷，而是芈八子的另外一个儿子公子服。那么为什么不是嬴稷呢？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嬴稷不在秦国，远水解不了近渴，他帮不上忙。第二点，很有可能芈八子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二儿子公子服。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嬴稷8、9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芈八子，一个人去到了燕国做质子。现在一晃10多年过去了，而他的二儿子公子服、三儿子公子亏则是一直生活在他身边，朝夕相处。这样培养起来的感情自然比那10几年没有见面的儿子要深厚得多。在电视剧中说芈八子是和嬴稷一起去了燕国，在那里两人是相依为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但实际上芈八子根本就没有去过燕国，他一直就留在秦国的王宫之内。如果哪个王子做质子都要把自己的老妈带去的话，那他们的老爸国王早就成了老光棍了。那么最终为什么嬴稷可以半路杀出登上了王位呢？这要多亏了两个人，一内一外。外面的那个人就是赵武灵王，当年是赵武灵王从燕昭王那里接回了嬴稷，直接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然后大力支持他去争夺王位。赵武灵王为什么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赵武灵王正在与中山国作战，他希望能够得到秦国的支持，他想与秦国结盟。如果他扶持的人能够最终登上王位的话，那么两国结盟之事必成。其二，赵武灵王也希望秦国越乱越好，他扶持一个没有太多实力的人登上王位，自然会引起秦国的内部混乱，而内乱也自然会削弱秦国的实力。那么不管秦国与赵国能否结盟，秦国的势力衰弱对赵国就是有益的。在内的是谁呢？有人说会不会是魏冉呢？毕竟他是芈八子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当时确实是握有一部分的兵权，负责京畿地区的防务，他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他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魏冉确实曾经辅佐过秦惠文王和秦武王，但是在《史记·秦本纪》中，在惠文王和秦武王期间的记录中，我们却找不到魏冉的踪影。也就是说，那时候他还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嬴稷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多亏了另外一个更加重量级的人物，就是初里疾。初里疾是秦惠文王的弟弟，也就是说他是嬴稷的王叔。为什么说是初里疾呢？因为在秦昭襄王继位以后，左丞相甘茂被排挤，出逃秦国。原来甘茂与初里疾是分别担任左丞相和右丞相。甘茂出逃以后，秦昭襄王并没有任命新的左丞相，而是由初里疾一人兼两相，也就是独相。所以史记中才会说秦武王卒，昭王立，初里子又亦尊重。按常理推论，新登基的秦昭王应该是想方设法的加强王权，而对前朝的首辅采取排挤的政策，慢慢的将他挤出权力的核心。可是初里疾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得到了更加的重用。
这很可能是因为处理吉在营继上位的这件事情上是立了大功的，以他当时的地位，他的功劳一定是无人能比的。处理吉滑稽多智，秦人称之为智囊，这也是智囊这一词最早的出处。同时呢，他也是堪舆学的鼻祖。据说在他去世之前，他为自己选了一块坟地，是在渭水的南岸。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可以选一个更好的地方，但处理子还是坚持要葬在这块地上。他说，后百年必当有天子之功来加我墓。果然100年以后，刘邦就在渭水南岸建立了2座宫殿，在他的坟墓以东是长乐宫，在他的坟墓以西则是未央宫，正好把他的陵墓夹在了中间。由此他也被奉为堪舆学的鼻祖。秦国的这次王位之争实际上就是魏系与楚系之争。魏系中的惠文后、道武王后，凭借他们在宫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以及公子壮庶长子在法理上的优势，本来可以说是胜券在握的。而本来处于非常不利地位的楚系，芈八子因为有了处理吉和赵武灵王的内外加持，已经足以和魏系人马一较高下了。很快两派人马都各自拥立了自己的王上位，一时之间秦国出现了2王并列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当然是不会长久的，很快2王就只剩下了一个王，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又是最后如何上位的？2王变成1王这个过程又是怎样发生的？不管是在《史记》还是《战国策》中，都是一笔带过，只提到了结果，秦昭襄王登基。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结果反推这个过程可能是怎样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终是魏系人马做了妥协。虽然他们更多的具有法理上的优势，但在此时有理不如有利。赵武灵王、处理吉、魏冉他们个个都是手握重兵，最终公子壮只能退位。而作为交换条件，秦昭襄王封公子壮为季君，这个职位是公子壮以前没有的，所以只有可能是在他妥协之后，秦昭襄王封他的，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就在大家都认为秦国的这次内斗会以和平收场的时候，仅仅1年以后，风云突变，爆发了季君之乱。按《史记》和《战国策》记载，季君公子壮率领着公子雍以及一些大臣们，在秦昭襄王2年发动了叛乱。最后的结果，公子壮、公子雍以及其他被牵涉的公子被杀。惠文后据《竹书纪年》记载，也在这次叛乱中被杀。而道武王后，或者是因为涉世不深，或许是考虑到她是魏国的公主，所以没有杀她，只是被赶出了秦国，回到了魏国。芈八子的楚系在这次动乱中可以说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蹊跷？惠文后和公子壮为什么会发动这样一次毫无胜算的叛乱呢？从时间上来讲，这次叛乱发生的时间是秦昭襄王2年，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基本掌握了权力，特别是军权。那么公子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在秦昭襄王刚刚上位立足不稳的时候发动叛乱，而偏偏等他掌握了基本权力以后才进行呢？第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公子壮一方似乎完全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特别是在军队的控制方面。当时咸阳守军全部都是由魏冉来控制，那么公子壮为什么不在发动叛乱之前首先拉拢魏冉呢？别忘了，魏冉可是姓魏的，他是芈八子的同母异父弟不假，但他同时也是魏国人的儿子，完全有被拉拢的可能性。公子壮他们甚至都没有去尝试一下。如果他们觉得魏冉搞不定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去拉拢魏冉下面的将官呢？或者争取得到附近其他军队的支持？这些公子壮他们都没有做，手里没有军权却发动叛乱，无异于给板砖一脑袋。这平常人都能看出的事情，为什么惠文后、公子壮他们居然看不出来呢？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季军之乱实际上并不是公子壮他们主动发起的，这是他们被迫发动的。所以仓促之间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只能是铤而走险，赌一把。而能够迫使他们铤而走险的，只能是芈八子的楚系人马。芈八子也由此借机铲除了他的政敌。有一件事情或许与公子壮他们仓促发动这次叛乱有关，就是左丞相甘茂的出逃。在叛乱发生之前，左丞相甘茂王秦逃到了齐国，
而甘茂以前的立场是倾向于魏系的。他这次出逃也是因为得罪了向寿，而向寿正是楚系人马。芈八子的母亲就是姓向，所以向氏可以说是芈八子的外戚。甘茂亡秦这件事情，或许就是芈八子的楚系人马进行大清洗的导火索。顺便说一下，甘茂有一个他可以为之骄傲的孙子，叫甘罗，那位传说中12岁拜相的甘罗。那么现在嬴稷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他的秦王了吗？恐怕还不能，因为在他的身后还坐着一个人，就是他的母亲芈八子。据《史记·穰侯列传》记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也就是因为这段记载，才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说秦昭襄王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真正主事的是他的母亲宣太后芈八子。超长待机的秦昭襄王总共执政了56年，他是在他执政41年的时候才清除了四贵。那么按照上述的说法，秦昭襄王41年以前主政的都应该是宣太后，但实际上是这样吗？秦昭襄王8年，楚怀王被扣，扣他的人就是秦昭襄王本人，太后没有出现。在同一年，孟尝君也被扣，扣他的人还是秦王本人，太后依然没有出现。秦昭襄王10年，五军伐秦，甚至函谷关都被攻破，秦王问计于向寿，太后也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时候，太后没有出现；渑池大会的时候，太后没有出现。而在魏冉被罢相的时候，宣太后出现了。她出来干嘛呢？请求秦王保留魏冉的相位。在秦昭襄王41年以前，这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太后都没有出现，那又怎么能说掌权的是宣太后，秦昭襄王不过是个傀儡呢？当然也不能说宣太后从不露面，在史书上她还是重重的刷了2次存在感的。第一次是发生在秦昭襄王刚刚继位的时候，这一年韩国的使者上京到秦国求救，当时楚国正在攻打韩国，韩国希望秦国能够出兵帮助韩国，上京最先拜见的就是宣太后。宣太后在听完了韩国使者的陈述以后，突然间好像打了一个激灵，费玉清上身了，不是唱歌的费玉清，而是讲黄段子的费玉清上身了。当时宣太后就给韩国使者讲了他自己的这样一段经历，说当年我服侍先王的时候，先王将大腿压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很重，很不舒服。但是后来呢，当先王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愉悦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先王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感到很舒服，我得到了好处，自然也就不觉得累了。现在你让我们秦国去帮助韩国，打仗是要花钱的，没有利益的事情，我秦国人为什么要去干呢？当时韩使上京都听傻了，心中暗道，秦国不愧是虎狼之国呀，连他们的太后都是如此的彪悍。下来以后，悄声地问陪同他的秦朝官员，敢问一下，贵国封谁为太后，是根据他和秦王的关系呢，还是依据脸皮的厚度？韩国不甘心，又第2次派出了使者。这次使者没有去见宣太后，而是直接见了当时的左丞相甘茂。甘茂后来将韩使的意思禀报给了当时的秦昭襄王。秦王权衡利弊，决定出兵救援韩国。秦昭襄王并没有说我先考虑考虑，然后去请示太后，他只说了一个字，善，这事儿就定了。那时候不过是在秦昭襄王执政的第1年，是秦昭襄王最暗弱的时候，但那时候他已经能够独断专行，完全可以不用顾忌太后曾经做出的决定。这又怎么能说宣太后专权？谁见过这样的傀儡呢？宣太后的第2次隆重出场是在秦昭襄王的35年，在这一年的历史中，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对于宣太后本人来说，他似乎高兴不起来，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在自己的住处杀死了自己的情人，甚至可以说是自己的丈夫。宣太后和义渠王第1次见面，那还是在秦昭襄王刚刚继位的时候。义渠王对天发誓要守护芈八子一辈子，宣太后也对灯起誓，我必不负你。啪的一下，灯就灭了。
自那以后，义渠王就搬进了甘泉宫。他们两个人总共生有2个儿子，在一起厮守了35年，可以说已经超出了情人的范围。最终，宣太后还是忍心杀死了义渠王。站在一个太后的角度，她这样做可以说是为了秦国的千秋大业；而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她杀死的是自己的感情。当然了，很有可能宣太后也是不情愿这样做的。在做出决定之前，他肯定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是发生在秦昭襄王与范雎之间的。他是这样说的：范雎谬为曰：秦安得亡？秦独有太后攘侯耳。欲以敢怒昭王。昭王说：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秦昭襄王说义渠事急，所以他旦暮请太后。他请太后做什么呢？肯定不是让宣太后保住义渠王，而是要宣太后杀了义渠王。所以很有可能宣太后也是在秦昭襄王的百般请求之下，才决定诱杀义渠王的。如果真的是太后专权，秦王是傀儡的话，那宣太后怎么会杀了自己的情人？秦昭襄王又怎么敢请求宣太后这样做呢？在这段话中，范雎说秦安得亡？只有太后攘侯耳。有些人就将这句话当做了太后专权的证据，但实际上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时范雎是谬而曰，就是他知道自己说的并非真话，他不过是故意想这样说激怒秦王的。范雎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想要上位，而他要上位的话，必须要清除掉魏冉以及四贵这些掌握着主要权力的那些人。然后最奇特的一幕发生了，秦昭襄王接受了范雎的建议，决定要清除宣太后以及四贵，就是魏冉、米荣、公子服和公子亏。那昭襄王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很简单，只是下了一道命令，就像灭霸打了一个响指一样，宣太后与四贵就这样被清除掉。宣太后退位，最后被废除了太后的称号，四贵则被驱逐出了咸阳。如果在这之前，宣太后和四贵真的架空了秦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如果想收权的话，怎么可能会如此的轻松呢？难道不会经过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吗？秦昭襄王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的轻松，就是因为他一直牢牢地把控着权力，这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电视剧中无所不能、权势熏天的宣太后，或许仅仅是因为那是一部大女主的戏吧。而实际上，秦昭襄王与外戚集团的关系，或许正如《史记·苏秦列传》所言：母不能治，舅不能约。在电视剧中，宣太后与她的儿子尹继可以说是母慈子孝。嬴稷是曾经废太后的，这也是为什么宣太后的墓葬规格是秦国所有太后中最低的。那个中字形的大墓也是她的儿子送给她的一个羞辱。宣太后是在被夺去太后封号的第2年去世的，至死秦昭襄王都没有给她恢复太后的称号。有人说，不是还赐了一个宣的谥号吗？宣并不是谥号，而是他生前的尊号。他去世的时候连太后都不是了，还哪来的谥号？秦昭襄王绝对不算是一个孝子，甚至他都可以做战国时代不孝子孙的代言人。和他同时期的苏代曾经这样评价他：困则使太后攘侯失和，赢则兼妻舅于母。而信陵君魏无忌对他的评价则更为辛辣：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攘侯舅也，功莫大焉，而敬逐之。两地无罪，而再夺之国。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探讨秦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似乎是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么呢？好像是一种温情。我们极少能看到哪个秦王宠爱了哪个妃子、哪位皇后，哪怕是有些负面的宠爱，比如说像楚怀王宠爱郑袖那样，这样的事情都极少发生在秦国。秦始皇有20多个孩子，但我们仍然不知道秦始皇的后宫到底是什么样的，甚至他的皇后是什么样，是否存在也都是一个谜。除此以外，在秦朝的王宫内，我们似乎也很难看到那些浓浓的化不开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整个秦朝的历史单从色彩上来说是非常的单调的，好像只有直愣愣的白，或者是直愣愣的黑，上面直愣愣的写着2个字，一个是公，
一个是利。我觉得这一点是与秦国的文化有关系的。秦国的文化跟山东六国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华夏族最基本宗教信仰就是祖先崇拜，而秦人呢，因为他一直生活在戎狄之中，所以他只有对山川鬼神的自然崇拜，而没有祖先崇拜。没有祖先崇拜，也就没有了宗法体制。没有宗法体制，秦人也就不太重视自己的血缘关系，不重视家人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他们重视的只有个人的利益。我想这或许是在秦国历史中难寻温情的原因。无需讳言，我不喜欢秦朝。不喜欢的原因，除了它的制度、它的愚民的手段对后世造成的深重影响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秦朝的冷酷。秦国到秦朝的历史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黑冰慢慢凝结成冰的历史。这块巨大的黑冰最终覆盖在了华夏大地之上，除了站在最高处的那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寒冷中。时间久了，最黑的和最冷的就不再是外面的世界或者是外面的空气，而是人的心。慢慢的，人们甚至将黑与冷当做了成功的不二法则，所以厚黑学这样的奇书才会应运而生。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黑冰能够抵御阳光的温暖。当第一缕阳光射进黑暗的冰层的时候，人们就会觉醒，他们会走出冰原，去拥抱阳光，去拥抱温暖。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